有好几年，也就是自己的内心总觉得不快乐。你为什么会异于常人的觉得去解决一下？我就是因为有爆炸过了，所以才会觉得我太不喜欢不开心跟争吵。为什么我工作也有，然后我也可以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能力可以买一些我喜欢自己买的东西，可是我就是还是不开心，就是不开心这件事情让我很困惑。嗨，大家见过了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嗨，大家好，我是景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看到你一来又开心，一来又紧张。为什么每个人找我朋友都要紧张？是我有一阵阴风。阴风没有，倒没有阴风，就觉得好像来这边一定要讲出些什么。你都敢演那个鬼片了？哦，对，喜欢演。我小时候很爱看鬼片。为什么？被虐吧。而且我喜欢一个人看，除了鬼片之外，我还喜欢看那个以前不是有灵异节目嘛？我也是一个人看，然后就是裹着那个棉被，然后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我相信这个宇宙的能量。我也觉得有可能。你学理工，你还是会相信这些东西，因为有数据出来。我觉得很多未知不懂的事情，对，所以我不会觉得没有，所以我就非常的怕鬼。只要有人跟我讲鬼故事，我都不敢听。如果真的不小心听了，那天洗头我就会一直张开我的眼睛，就是我就会一直想象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不敢看鬼片。那你也算蛮感性的啊。虽然说很理性的想，就算出现在你面前，他又能怎样？对啊，我想说你应该是会很理性的，可能跟他讲解一些。不会，我说你不要过来。我胆子其实也没有算大，只是好奇心，对未知的事情很好奇，然后我就会一直问一直问。那你平常除了看鬼片之外，你的休闲活动是什么？休闲活动旅行，上山下海。那如果一天当中呢？如果我那阵子很忙的话，我说真的我会放空，我认真放空，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很紧绷的，所以常常很多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觉得为什么我是上工的时候跟下工的时候，平常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很空，我这速度就是很慢很慢很慢的，其实我很像树懒一样。所以现在是在我有在，你还在吗？现在平常再快一点点了。把自己放慢下来。对，闲聊了这么久，终于要进入主题了。是，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其实是在谈 self care， 怎么样自我照顾。有些人觉得 self care 是自私的，自己照顾自己，不是自私的事情，是因为帮自己加东西进来，而不是夺取别人的东西，又或者是去除身上不应该有的东西。对对对，有时候不一定是加进来，有时候太多的，比如说负能量，你要救自己，你要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想办法去把它删除掉。是，那你呢？你有什么自己的小技巧？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它需要时间的，它不是说一天或2天它就可以把它加进来或者是删除掉了。我觉得它真的是需要时间。像我之前有一阵子，有好几年，也就是自己的内心总觉得不快乐，我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然后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段，所以我会去寻找说为什么我会不快乐。然后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就会一直去向外求救。比如说我问了一个长辈，他们就会回我说，那你跟你的家庭的关系好不好啊？爸妈关系好不好？然后我就会回说到，对，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好像那时候比较紧张一点。他说因为有时候你的不开心是会来自你的原生家庭，然后你自己要去想办法去面对啊，解决。你刚刚讲说有时候是加进来，像那时候我就是负能量，我就会想要把这个负能量去删除掉。那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只能靠自己去找这个答案，朋友可以陪伴你，家人可以陪伴你，但是要面对的，要去开启那个门的，去剖开自己心里有产生负能量的那个原因出来的，只有靠你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听起来生活中你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耶。某部分算是蛮勇敢的，但见鬼这种事情还是会胆小。这某部分确实是勇敢，因为我不想要不开心。你没有逃避，而是你想要找到到底原因是什么。除了询问别人之外，你还有做一些什么自我询问的这些问题？光讲原生家庭就可以有人咨商就几年，就是全部对啊，所以我就说它是需要时间的，对，需要时间好好去一层一层的拨开自己内心，去了解自己。比如说像我的第一层，我就先拨开内心最深层的，其实跟父亲的关系，因为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我记得会撒娇，
可是因为父母的不合嘛，所以就会影响到小朋友的状态。那时候就确实被影响，可是长大后内心其实并不讨厌爸爸。我那时候就打了通电话给爸爸，这样，然后约他出来吃饭。我觉得只要跨过那一步的时候，后面其实就很好解决了。最难的就是那个第一步先跨过去，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啊力气，然后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勇敢的先闯这一步，因为我不想要让我以后要这么不快乐的下去，这样子。我觉得内心也是因为想要修复跟家里面人的关系啦，才会有这个做法。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闷闷的，为什么觉得不快乐，对，在做事情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动力，对，没有什么能量。我觉得你很幸运的地方是你可以很直接说哦，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你去疏通它，去理解，去了解，深入了解。对。可是有些人可能连这一步都到不了，不愿意开启那个门，或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因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父母的原因，因为我其实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父母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人给我方向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愿意去试吧。那确实我那时候也想修复，然后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就是我内心真正最原始最深层受伤的地方。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现在的一些创伤反应，所谓的创伤反应有很多种，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当你发现某一类型的事情发生之后，当下的你就会不经大脑的直接做出一个很快的反应出来。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对于其他人来讲就是就发生了，可是对于你就是直接生气，超生气，很火大，就是戳到你的点。大家可以从自己忽然情绪就是比平常更激烈的那边去看，然后去问自己为什么，或许就可以找到。对，我那时候也蛮容易就是会有怨恨但是都是出现一下下的，一闪而过。对，一闪而过。一怨恨出来的时候，或者负面出来的时候，其实转过头会很气自己为什么当下做这个反应，因为那个反应其实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因为你当下的一些情绪可能又戳到那个点，然后那个点可能跟你的创伤的东西可能有一个连结，它就整个被爆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的反应跟你心中你想做的理想的自己就会突然不一样，你就会想要怪自己说为什么你不是一样好端端的在那里去面对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自己我就很深刻的有刚刚你那样子的感觉过，就是某些事情发生之后，那是我的雷戳到了我整个生气，事后又会怪自己说这件事情明明其他人都没事，为什么就你要生气，然后怪自己脾气差，然后有罪恶感什么的，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入口。那可能是你的伤而不是你的脾气，因为情绪是最外面最外层带领你的东西。对，那有人说情绪没有负面的，负面是我们说比如说发脾气是负面的，对，可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发脾气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意义在，它可能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它可能是要保护你，它可能要让你更有力量。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爱发脾气，他一定是不好的人，发脾气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情绪了。可是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对，你发了脾气，这时候饶过自己一下，就是先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爱发脾气，因为这个是别人从小人家指责我们的话，对，我们可能先不要这样指责自己，而是问说好端端的为什么你会发脾气。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很单纯的，对，他们生气或在闹或什么，通常你一直往下看一直往下看，生气是来自于恐惧。如果我们只看到说天哪这个小孩怎么在闹脾气的话，你就是只是想要治好他，你只是想要把他的坏脾气抽掉而已，治标不治本。对，可是如果你要治本的话，你就是得说为什么他现在在闹脾气呢？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他此秒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可能做了 A 了他就不能做 B 了，所以你要让他知道说并不是照你想象的那样子，慢慢的有耐心的去询问他为什么会哭泣吵闹生气这样子。我们有这个耐心对待小朋友，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对待自己。
太多人第一反应自己生气完之后就是骂自己，为什么刚刚这样出糗出洋相，可是如果可以这样子就是冷静下来看清楚说我生气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可能自己的创伤反应，或者是说不定你可以找到你真正恐惧的事情去面对那件事情，而不是去处理为什么要生气这个情绪。对，然后一直找不到答案，然后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情绪。因为你刚刚提到说那时候的你对一闪而过，你可能会有一些你觉得不好的想法，好了，对于成人而言，那些一闪而过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轻易的压下去的，把它压下去，好，没事了，再把它压下去。久了之后，它就会变成拖着你的一个很大的负担。严重一点人可能就会觉得没动力，就是我不知道我今天醒来为什么又要过这一天，然后为什么我又要做这个工作，它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动力。大部分的人只要这件事情真的不影响到他的生活，他们也会觉得可能不需要去解决，就放在那边。对，可是哪一天突然爆炸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那时候你既然没有爆炸，你为什么会异于常人的觉得去解决一下？我就是因为有爆炸过了，所以才会觉得我太不喜欢不开心跟争吵，尤其争吵这件事情。再者可能那时候我也想说，为什么我工作也有，然后我也可以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能力可以买一些我喜欢自己买的东西，可是我就是还是不开心，就是不开心这件事情让我很困惑，而且那个开心是内心不踏实的，内心没有踏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可能自己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吧。那所以现在的我就是内心是真的踏实很多，即使工作没有很满或者是怎么样，我都也可以不会那么的慌张。其实工作没有很满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慌张，也就表示你之前曾经会担心说为什么这个时间自己没有在工作，别人在工作。当然哦会啊，可是这是正常的，因为人需要休息啊，而且工作性质不一样。需要休息，但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可以不需要休息。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体力很好的人吗？可是其实我也蛮懒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体力好像我觉得蛮好的啦。因为你有演那个民雄鬼屋的片嘛，那你跟小兰姐是很多对手戏。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两代女性之间的差别。上一代的女性跟我们这一代的女性比起来，有特别强调要牺牲自己、燃烧自己，才是真正的为家庭奉献。有，我觉得其实也不能怪上一代，因为其实在他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更燃烧，对，他们就是这样子奉献，所以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观念。可能会常听到很多的妈妈讲说，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如果万一你不在我身边的话，你可能就会变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很多的牺牲他都会讲出来给小孩子听。确实有很多妈妈，尤其比如说她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我发现上一代好像对于这种外遇的事情特别可以隐忍。那我猜现在的可能倾向分开之后再好好的把孩子带好。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可是以前不离婚了，就继续守住这个家，守住孩子。但现在又有一个在日本啊，他们有一个族婚，就是他们说他们就从婚姻中毕业了。尤其是那个年代比较重男轻女，就很大男人主义，太太必须要去服侍先生，可能拿拖鞋啊、放热水澡啊，先生回来之后要煮饭、洗衣服、带小孩，各种。你说日本吗？日本他们到现在可能进入70岁了，就是他们也没有选择离婚，他们只是选择他们从婚姻中毕业，他们已经够了，然后就分开住。某个程度上他们已经做够多了，所以也没有签字。对，他们没有签字，就自己说我们就这样子分开，那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分居啊。对，就是一个蛮特殊的现象，可能也觉得都已经70岁了，就没有什么好谈离不离婚，但是分开住，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他还可以有留给自己的自由，我觉得蛮猛的。对，听了好想哭。70岁留给自己。对，现在可能稍微再平等一些，但是毕竟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嘴上不说的期待其实是很多的。你演的电影里面民雄鬼屋的故事，你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吗？其实故事就是在讲说，民雄住在那个屋子里面的一个大户人家，然后因为老爷好像跟女仆外遇，对对对，女仆外遇，然后后来让女仆跳井自杀，
然后后来那个女仆回来找老爷，就给他的有一个诅咒这个家庭，然后后来老爷最后是自杀死掉的，然后这个家庭就被受到诅咒，就是不会有男丁传下来，所以在戏里面的时候就会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从这个观念然后衍生下来的一串下来发生的鬼故事这样。我刚听完之后，我觉得那个女仆的诅咒，女仆本身其实就是受重男轻女观念很深的人，她才会去诅咒没有男丁。对，因为她就觉得没有男丁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报复到这个老爷。你从小有感受到重男轻女的？我觉得可能在以前的那个社会本来就是会比较多重男轻女的这个概念，然后而且我爸爸是老大，然后我又是长孙，然后我更可以明显感受到那个重男轻女的部分。但因为这个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大概10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记忆不会到这么的，像我长大的话我就会很深刻。我还听说我的名字那时候爷爷一直到说啊女生好啦，那名字就不是他自己取这样，因为通常他们就很期待第一胎就是要男生，然后爷爷来自己取名字嘛。然后越长大的时候就听到家里面讲说家里面重男轻女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哦。但对我来讲，我跟我爷爷最后反而是最好的，甚至有时候可能拍戏比较忙的时候，他还会跟我撒娇说什么时候要陪我吃饭。那我爷爷是一个其实蛮酷的，因为他小时候受日本教育嘛，就是那种酷酷的抽个烟这样子。然后我甚至还跟他讲说，爷爷可以不要抽烟吗？我说就是会抽什么的，然后爷爷都会哈哈哈，就是平常很酷的人，然后听到我这样讲，他就把烟熄了。我渐渐有发现爷爷其实知道只要孙子健康，不管男女都好。那你在演鬼的时候身上有带一个红包吗？红包没有带，但是我有带一个那个很大的行动的护身符，就是我们现场有那个道长，他人超高的，然后这个道长就是每天都会在现场。那他有实际上什么画符啊、撒东西都有他都有做就是现场开拍的时候他有喷火还有甩鞭子。我跟你讲他很特别的是在现场，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有状况，但我是没有，因为我已经被这个角色就是搞得昏头转向，太注意在这个角色上面。但有些工作人员真的都是有，然后都会跑来跟他讲，然后他都会讲说你想太多啦，没有啦，那就放个符在他口袋里面。也没有，如果真的他觉得很严重的话，他就是默默的去旁边处理或什么，他绝对不会影响工作心情，以及影响以为有事情的那个人。然后他又是现场的那个开心果，然后他又是讲很多的笑话，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怀疑他到底是真的道长还是假的道长。可是有一次他是真的有在处理事情。你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他的剑都被打歪了。我有一场戏在那个竹林里面拍，你知道通常竹林就是比较就是它确实旁边附近发生了很多事，因为那时候剧组在去借这个场地的时候有问那个地主，然后地主说可以借，但是这边很热闹你们要自己解决。然后后来道长就也在现场，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的时候，他已经脱掉那个鞋子赤脚，然后这边有绑那个牛角，但他那个牛角是用符折的那种牛角，反正就跟他平常打扮的不太一样，一副就是很凶的样子，就这样坐着。那时候我拍完离开的时候，听说他还有去收了就是不听话的好兄弟这样子，所以他的剑有被打歪，所以他们那个影片有录下来过。为什么会想要拍鬼片？对，因为我没有尝试过的，就挑战新的角色。对，因为我之前都是比较多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又穿的可能比较套装等等之类的。那我想说试试看这样的角色，这样的类型片，然后没有跟真实的人一直在对话的。这个影片会很可怕吗？我觉得其实蛮多地方是蛮吓人的。他那个吓是突然有个声音跟一个画面出来吓你，还是你看完之后在洗澡的时候会很毛，或自己一个人在晚上走路会很毛的那种？我觉得就要看你怎么想。我觉得你说乱想的毛，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但是真的那种突然吓人的音效啊什么，我觉得在《民雄鬼屋》里面也有。
好哦，那我就会买一些票请朋友去看这样。不是，你可以试试看啦。我是觉得对于喜欢看鬼片的人来说，看鬼片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暂时专心在那个鬼片的情绪当中，不想他其他生活杂事。这就是感官刺激啊！就推荐喜欢看鬼片的朋友。我想一下，我准备好票要给你，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有很多天可以选择。好，是什么时候？农历的7月1号，国历的7月29号上映。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像是独立的事情，可是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也能因为这些事情想到，我也是这样子照顾自己嘛。对，这个部分除了加进来，我们也要懂得删去，把这些东西删去。对，好，那我们就谢谢景华，谢谢来这边。这个就是民雄鬼屋的古井蛋糕，你说用那个井里面的水做出来的蛋糕吗？倒也不是这样啦。我现在还没有要拿，你确定不是那个井里的水？不是。好，谢谢。你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哦，好可爱的古井。那我一定是得趁看电影之前把它吃掉，因为我觉得我看完电影我就可能吞不下去。对，好，我一定会确保我在看电影之前把它吃掉，不然它就会被浪费掉了。谢谢锦花，谢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简报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简报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